一个渔民正用潜望镜观察水底的鱼群，等到发现鱼群的踪迹，他立刻通知同伴潜入水中诱导鱼群进入陷阱。这是古罗马时代传下来的传统捕鱼技术。上千条金枪鱼被困在渔网内，等待渔民的收割。其中一条最大的金枪鱼是这群鱼的首领，体长超过3米，重达数百斤。这里是位于意大利的圣彼得罗岛，有大群的金枪鱼在这里出没。岛上的渔民正在准备着每年一次的捕鱼行动。每年5月，在地中海海域，一群鱼正在开展壮观的迁移行动，它们循着与生俱来的本能返回故乡。这就是大西洋的金枪鱼群。金枪鱼体型庞大，但却是游泳的一把好手。它们在水中游泳的速度可以达到60码。它们成群结队迁移，是为了寻找繁殖产卵的地方。渔民路易斯是众多渔民中的老把头，拥有25年的丰富捕鱼经验。渔民们何时撒网、何时收网，都要听他指挥。20多个渔民将渔网搬到船上。出海前，他们请来了牧师为他们祈福，希望这趟能顺利平安满载而归。对地中海的居民来说，他们非常重视这种1年1度的捕鱼盛事。早在古罗马时代，人们就掌握了金枪鱼的出没线路，并且设下陷阱捕捉。这张巨大的渔网从水面上延伸至水下40米，是渔民们捕捉金枪鱼的主要工具。铺设在海中金枪鱼的必经之路上，可以将其一网打尽。一路向西迁徙回游的金枪鱼，一旦闯入迷宫一样的渔网迷阵，就再无逃脱可能。此时，一群金枪鱼被渔网拦住去路，于是他们会改变方向，但却更接近陷阱。此时，水面的渔民正用潜望镜观察水底情况，发现金枪鱼后，立刻通知负责诱鱼的同伴，诱鱼员潜入水底引导金枪鱼群。金枪鱼群中有一条头鱼，整个鱼群都紧跟它的步伐。本就不知方向的头鱼，在潜水员的引导下，一步步进入陷阱。等待鱼群全部进入陷阱后，潜水员拉动绳索，制造大量的气泡，通知其他同伴。收到信号的渔民们开始收网，渔网迷阵唯一的出口被拉上，所有的金枪鱼都被封锁在渔网内。渔网被慢慢拉出水面，上千条金枪鱼在渔网内拼命挣扎，激起大量的浪花。这一刻，渔民们已经等待了1年。这时，这些金枪鱼仿佛也知道了自己的命运，它们的生命之旅即将结束。金枪鱼开始排出精子和卵子，在一片白茫茫的浪花中，生命和死亡相互交错。渔民们开始将金枪鱼一条条拉上渔船，其中一条体长超过3米的就是鱼群的领导者，和同伴们在大西洋无忧无虑地生存了20多年。现在他的生命即将走向终点，渔民们会第一时间刺穿金枪鱼的心脏，减少他们的痛苦，是比较人道的做法。整片大海都被染成了血色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渔民不捕鱼，那要靠什么生存呢？这是这片区域从古罗马时代就传下来的生存法则：出动飞机来捕捉金枪鱼。这里的捕捉技术更加简单粗暴且高效。在澳大利亚林肯港的一个小渔村，这里有着全澳洲最多的百万富翁，他们都靠着捕捉和养殖金枪鱼发家致富。为了提高捕鱼效率，他们甚至建上了捕鱼专用的机场。渔民们正在用飞机在海洋上方观测，视线中出现了一群泛着荧光的金枪鱼群。飞机立刻将信息传达给下方的船只，船长立马掉头追赶。遇到金枪鱼群，船员们会往海里面丢沙丁鱼，这是金枪鱼最爱的食物。鱼群受到食物刺激，便在这里徘徊不肯离开。而此时，船员们驾驶着另一艘船，拉着渔网飞快地在海面画出一个大圆，整群金枪鱼便被围困在渔网中。接着需要金枪鱼牛仔出马，牛仔的责任是守护金枪鱼。将渔网和鱼圈对接后，牛仔要把金枪鱼赶入鱼圈中。此时牛仔需要注意保护金枪鱼不被鲨鱼袭击，因为经常会有鲨鱼一同被困在渔网中。毕竟一条金枪鱼就是1000美元。等待金枪鱼进入鱼圈后，在河上入口将金枪鱼圈养起来。6个月后，金枪鱼群足足长大了2倍。牛仔在徒手捕捉金枪鱼进行出售，他们将金枪鱼运输到工厂，昂贵的金枪鱼交易在这里形成了规模型产业链，成为当地居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。